对了，你们应该有看到标题，真的是悲伤的消息。我们手上的Zenfone 10在测试的时候直接喷飞，而且好死不死喷到魔王关卡的十字路上。我怀疑跟下面整天留言要跌落测试的虚言有关。所以这应该是全台不对，甚至应该是全球首衰的Zenfone 10。那究竟有没有爆掉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嗨，欢迎回来，我是李子，又到了 ASUS Zenfone 1年1更的时候啦。我觉得最近2年的华硕手机算是越来越稳，走着自己的脚步，切着明确的受众。像是 ROG Phone 系列，说到游戏手机，而且是各方面最顶的游戏娱乐手机，那你拿出 ROG Phone 6、ROG Phone 7，大家一定都没什么意见，表现稳定度都是最顶。而 Zenfone 系列呢，虽然说不像过去浩浩荡荡1年多机的策略，但这2-3年专注在小手机这个战场，还算是蛮成功的。尤其小手机这个领域，我觉得不能只以台湾的市场来看它。有在关注日本、欧美手机圈的朋友就知道，尤其是日本小手机在手机圈有一票非常死忠的支持者，甚至是机圈的显学。所以还是看数据吧。根据华硕提供的资料，去年全面转换到小手机战线的 Zenfone 9，别看它小小一只哦。Zenfone 9在全球的市场销量有20%左右的提升，拿下了许多最佳小手机的评价。重点是在台湾市场也吸引到更多年轻的朋友及其他阵营的用户转换到 Zenfone， 其实也蛮合理的。毕竟我们说过，小手机过去常伴随的关键字就是妥协，而大家也知道华硕手机部门一直都很疯嘛，要做就是要把各种好东西都塞进去。Zenfone 9还有我们今天要开箱的Zenfone 10都是这样的手机。如果你要在6寸以下找一支各方面都够强的机型，那Zenfone 9没意外真的就是最佳之选。所以我觉得 ROG Phone、Zenfone 这几年切的受众和战场都挺好的。好了，究竟今年同样维持小体积、高效能设计的Zenfone 10表现如何？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今年的Zenfone 10在产品定位上跟Zenfone 9是几乎一致的，就是在极致手感的前提下，打造规格塞满的手机。像是Zenfone 10在规格上也是直接搭载了目前最佳之选，被誉为 Android 阵营救世主的高通 Snapdragon 8 Gen 2，记忆体也是直接拉满，给到16GB，4300毫安时的电池，散热用的均温版，旗舰规格一个也没少。主镜头延续上一代就出现的6轴防守阵 Hybrid 云台，升级成了6轴防守阵 Hybrid 云台 2.0。这个名字真的有够长。重点是在规格塞满的同时，最后的重量也控制在172克、5.9寸的机身以内。所以还是先来看 ID 设计，我只讲重点。今年Zenfone 10和9整体还是比较接近。我觉得这几天用下来，主要的改进就是解决上一代就存在2个小问题，一个是背盖，上一代的背盖触感很舒服，是一种软塑料，有点毛绒，雾面好摸的表面处理。但相对的，这样的材质大家也知道，在沾上油污之后就会比较难清理。所以这一代 ASUS 在5个颜色上都采用了新的 coating， 尤其是这次我最喜欢的白色。白色大家应该印象中是最容易脏的嘛，所以他们这次也用上了非常厚的 coating， 让抗污表现有效提升。另外，这次总共5个颜色，分别是延续上一代大家评价不错的蓝黑2色，以及改款新增的白绿红3个选择。这次真的是每个颜色都调得还不错，但白色依旧是5色当中最深得我心的，纯白就是好看。第2名我可能会选蓝或是绿。此外，这次3个新色 ASUS 也用上了更加环保的生物基材料。最后，这次Zenfone 10同样延续了 IP68 防尘防水的设计。我认为防水的存在真的不是为了让你带进水里面拍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更无忧的使用一只手机，像是饮料不小心打翻，你不担心；突然下雨，放在裤子里面的手机泡水了，你不担心。防水在日常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你更安心的使用这只手机。按键集中在右侧，电源键采用结合指纹辨识的设计，放上就可以直接解锁，辨识率和速度都很不错，实体指纹就是稳定，同时也支援脸部辨识。并且华硕这次有改善一个小细节，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代我们说它的电源键在边缘处理上有些割手，所以他们去年应该是有看到我们影片之后调整了制造工艺。这一代的电源键就非常平整，公差更小，摸上去顺滑不割手了。在这里公开表扬华硕 PM 的细心我就说，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都欢迎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他们是一定有机会看到的。老实说，Zenfone 9的外观设计我自己就蛮喜欢了，也一改过去大家对于 Zenfone 有着更加科技冰冷的印象。
从Zenfone 9开始，无论是设计、材质、细节处理上都更加精致。不过小可惜的地方依旧，我还是觉得把正面萤幕的边框收窄，会是下一代 ASUS 需要放在心上的事情。但这代没办法，这块萤幕用的不是柔性 OLED， 所以在下巴上最窄就是这样了。好啦，该来面对全台首摔了。当时其实，换个配乐。当时其实我们是要测试防守阵啊，结果手机直接从夹具上面喷飞。但既然都喷飞了，我们就来被动看一下跌落测试的结果吧。当时大概是一般手持的高度，而且是直接摔在石头路上，所以蛮有参考价值的。来看结果，根据记忆，落下的第一撞击点就是上半部先落下。可以看到右上角主要受力的边框在结构上是没有变形的，有点掉漆，但正常啦。这个高度加石头路是一定有伤的。左边的后盖和侧框上也有擦痕。接着手机就在地板上翻滚，正面直接朝下。萤幕有没有破？我们等一下来揭晓。左下角这边有一点擦伤。好，我们翻正面，没有破哦，可喜可贺。看了这次Zenfone 10用的 Corning Victus， 果然名不虚传啊。Corning Victus 这个系列在宣传的时候，最强的地方就是在柏油、石头路面摔落的时候，相比起前面几代有更好的抗冲击能力。这次的萤幕、相机我们也都测试过，运作是一切正常的。但虽然如此，我们会负责任的把这只手机买下来，也不造成借我们手机的朋友困扰。在这边也公开说声对不起，就是在我手上飞出去了。但至少让我们知道，Zenfone 10在100多公分，一般滑手机的高度掉在石头路上是没破的。看到这边还不来个超级感谢吗？还是要提醒大家，平常使用的时候装个壳吧，手机会不会破，有时候真的是角度、运气的问题，不要铁齿啊。盒装上也非常有诚意，直接随附了一个保护壳，30瓦的充电器都没有少。在机身配置上，Zenfone 10依旧在顶部保留了先进的 3.5mm 接孔，卡槽在机身底部，采用双面双 SIM 卡的设计，但不支援 microSD 卡扩充。对了，这一代华硕同样保留了 ZenTouch 的操作逻辑，并且升级成了 ZenTouch 2.0。举例，你可以选择按2下开启 Google 助理、萤幕截图、开关手电筒等等，有数十个自定选项，开启特定的 App 也 OK。另外一个就是滑动控制，像是向下滑就可以下拉顶部选单，往上滑收回去，或是重新整理页面。YouTube 快进快退、音乐播放、暂停等等玩法。另外，这次他们也加入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便捷快拍。只要按2下音量键，系统就会自动开启相机，并且自动快拍3张照片。在抓拍的时候，可能可以派上用场。接着，我们看到相机。这次在Zenfone 10上最大的亮点还是这颗超大的主镜头，并且它不是虚胖啊。因为它的主镜头采用的是一颗1.56分之1寸的 Sony IMX766 感光元件，跟上一代的 Sensor 是同一组，也同样采用了6轴防守阵 Hybrid 云台，并且升级成2.0。上一代就介绍过了，简单说就是位移范围更大的微云台硬体，在防守阵表现上也会更强。透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一来是Zenfone 10的感光元件本来就大，所以很容易观察，加上微云台后，这个修正的位移范围还是非常可观啊。而下面这颗则是换了新的 sensor， 采用1300万超广角镜头。华硕并没有公布进一步的规格资讯，但根据我们侧面了解，采用的是 OV 的方案，在进光量上也比上一代来的更强。我们就实测见真章喽。不过这组超广角就不支援微距功能了。同时，这次在相机上比较特别的地方，也就是防守阵相关的功能。大家都知道，华硕在Zenfone 9的时候就用上了防守阵能力更强的硬体。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你的手就算拿得再稳，还是会有轻微的抖动，而这个晃动就是依靠 OIS 光学防守阵帮你修正掉的。而这个修正的范围越大，容错率就越高，尤其录影、夜拍的时候都很实用。所以简单说，有 OIS 的机型，当你的手因为抖动而造成手机往下，镜头就会往上修正；你往左，镜头就会往右修正。所以华硕的云台方案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位移范围比 OIS 更大，就是更强的 OIS。今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在软体上也带来了进化，引入了一套智慧防守阵功能。简单来说，防守阵可以分为软体和硬体2块。
在硬体上可以透过 OIS 光学防守阵维持画面稳定，而在软体上则是可以透过 EIS 电子防守阵进行修正。EIS 的概念非常简单，就是裁切一部分的画面，然后系统会及时的把每一帧对齐好。看我们的动画应该就非常清楚了，只要晃动的程度不要超过裁切的范围，基本上系统就可以把画面对齐，修正回来，达到稳定的状态。所以换句话说，裁切的范围越大，可以被修正的范围也就越大，那画面就会越稳。这也是 EIS 的基本概念。所以说回来，华硕这次就是利用了这个特性，推出了一套叫做智慧防守阵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透过手机内建的陀螺仪去感受晃动幅度。当你剧烈晃动的时候，它就会把裁切程度拉到最大，裁切更多的画面，让手机保持稳定。而当你晃动变小的时候，它就会平滑的把宽广的画面还给你，把裁切的程度拉到最低，让你可以拍到更多的画面。这边再提供一段对比，大家就懂了。开启智慧防守阵的时候，系统会根据晃动调整防守阵的强度。我们这边看到第3秒的时候，手没有这么晃，左上角的建筑物还有3层半。到第12秒的时候，我手晃动的非常用力，系统直接自动增加裁切范围，只剩下1层。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裁切的过程是非常平滑的。如果我没有截图下来让大家看差别，你应该是感受不到它其实有增加裁切面积。所以华硕这个智慧防守阵的概念蛮好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给出最好的防守阵选项。这边我们也在示范一组，就是开启超级防守阵的画面，而这是开启智慧防守阵的画面。可以看到智慧这组画面明显更加宽广，原因是传统的防守阵做法，为了维持画面的稳定，就会预设裁切更大的范围，达到更好的防守阵。而华硕的智慧防守阵就不同了，因为拥有智慧判断和及时调整的能力，所以可以看到智慧防守阵这组在一般程度的晃动下，就可以给出更宽广的画面。而当你强烈抖动的时候，它也会自动加强防守阵的修正力度，在给出更多画面的同时，也不会牺牲掉防守阵效果。对了，这边让大家看一下Zenfone 10的防守阵有多强。我们透过夹具一次挂上 Pixel 7和2只Zenfone 10，一只开启智慧防守阵，一只完全关闭防守阵。接着我们大力摇晃，可以看到左边的 Pixel 7已经晃到完全都是残影，就知道力道有多大。但这个时候Zenfone 10就算是关闭 EIS 防守阵，只依靠 OIS 还是非常稳。那中间这组开启智慧防守阵就不用说，就是最稳了。而且我们特别挑了光线已经开始昏暗的时候，可以看到 EIS 的算法也在一定的水准之上。总结，用一句话来说的话，没那么复杂。你只要在录影的时候选择智慧防守阵这个选项就可以了，一直到 4K 60、8K 24 FPS 都可以启用这个功能。顺带一提，超级防守阵功能只有在 Full HD 60 FPS 以下的选择才可以手动开启。看完录影，接着我们也来看Zenfone 10在拍照上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这边也找来了同样定位并且非常有代表性的 Pixel 7一起来参战，并且也越级找来了 iPhone 14 Pro 一起来看看Zenfone 10今年的表现如何。首先来看第一组样张，今年的Zenfone 10在日拍的 HDR 表现不错，色彩倾向自然，不会过分的把台北阴天拍成蓝天，并且放大来看细节表现。Zenfone 10的解析能力也没有太大问题，就算是与在越级的 S23 Ultra 对比，也在第一梯队的表现。日拍我们就看过去，其实现在的旗舰都不太会失误，主要就是看调教取向而已，而差异就是在风格、色彩理解的取向上不同。像是这组样张，今年Zenfone 10在暗部的 HDR 蛮积极的，可以看到右上角边缘树木的暗部细节也都有回来，并且看树叶就可以看到边缘画质也在水准之上的表现。这次拍下来的样张中，唯一只有这一组，在面对天空密集树叶的时候，Zenfone 10的树叶区块细节有比较明显的失误，也有些微的紫边，或许之后可以再调整一下 HDR 算法。人像和超广角这边也提供几组样张让大家参考。重点我们还是来看夜拍，今年Zenfone 10在夜拍下是有一点惊喜的。首先来看极低光源下的城市夜景，可以看到在暗部细节上，Zenfone 10绝对有跟 Pixel 7的夜景模式一拼的实力，甚至在暗部细节上的表现更好。我们在越级跟 S23 Ultra 对比
Zenfone 10的表现也还在水准之上。这边再看一组，我们一样放大来看建筑细节。我必须说，今年Zenfone 10的夜景解析能力是真的不错啊。对了，我这边想再多提一下，这次的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出乎意料的不错。放大来看建筑细节，稳稳的超越 Pixel 7和 iPhone 14 Pro 的表现。说了很多次，苹果那个超广角 sensor 是真的该换掉了。甚至放上 S23 Ultra， 我觉得Zenfone 10也可以一拼。不过话说回来，这次Zenfone 10在夜拍上，我觉得风格化有点明显，看一组样张大家就懂了。在这组样张当中，可以看到Zenfone 10的天空是最蓝的，树叶是最绿的，锐化程度也是三者最高的。这边也放大到木板，可以看到Zenfone 10这次的细节表现是真的不错，不是在乱吹啊。但说回来，这种调教取向就很吃个人喜好了。如果你喜欢这种调教风格，那前面几组夜拍样张，你应该第一眼就会觉得Zenfone 10拍起来蛮好看。不用修图，夜景直出也很可以，上传社群没问题。但相对的，我们还是请出 S23 Ultra 对比一下，可以看到Zenfone 10的调教风格的确是最艳丽的，被少了点建筑在夜晚暖色路灯下的韵味。没有对错，就是选择。但至少我觉得这次华硕的色彩风格是调得好看的，没有失分。这边也再提供一组极低光影下的长时间夜景模式让大家参考。可以看到Zenfone的色彩取向跟前面提到的完全一致。最后这边也提供几组人像样张让大家参考。整体来说，今年Zenfone 10的主镜头表现稳定，日拍风格自然，细节表现不错 ，HDR 在线，但在密集树叶之下的逆光场景下 ，HDR 还原还有提升空间。夜拍之下，色彩漂亮讨喜，细节有着旗舰第一梯队的表现，但风格明确，比较吃个人偏好。但同时调教是好看的，不用修图就可以直接上传。重点是超广角，换了新的 sensor， 虽然少了微距，但在低光下的细节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达到旗舰梯队的表现。我觉得吧，2万左右的机器有这样的拍照表现，我觉得是没遗憾了。夜间拍人的细节出色，色调好看。但我觉得在人像模式上还是有提升空间，或许可以引入更高秒数的人像夜景，强化低光下的人像表现。目前Zenfone 10在录影上的人像色调会有些过于偏白，可以再进行肤色调教，以及最佳化录影下的即时 HDR， 进一步减缓遇到灯箱或是有亮部的时候会有曝光跳动的问题。在自拍上，这次Zenfone 10采用了一组 RGBW 排列的自拍镜头，在进光量上会比过往的 RGB 来得更好，拥有3200万画素，也可以启动夜间模式强化低光表现。此外，去年还在 beta 的光影摄影模式，华硕这次也让它正式上攻啦。光轨模式最棒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脚架，手持就可以拍摄，你也不需要复杂的学习如何设定，按下快门让魔法发生就好，并且有车轨、光绘、流水、人流、星轨5个模式。这次因为时间比较有限，以下提供车轨的样张让大家参考。Zenfone 10虽然没有搭载光学变焦镜头，但华硕今年又引入了一套画质增强的算法，官方称为超清晰变焦。我们就直接来看样张吧。这边也对比同样没有长焦的 Pixel 7， 以及有3倍光学长焦的 iPhone 14 Pro。我觉得华硕今年这套算法好像有点料诶，拿来拍风景，如果光线充足，1至到5倍都还蛮可用的。期待好好的最佳化，感觉是有东西的，但还是敲碗明年有光学长焦啦。对了，最后提一下，华硕这次也引进了在 A Gen 2上高通不断强调的 ISP 新功能，也就是即时语义分割。简单来说，就是 AI 可以辨识画面上的物体，并且分区进行画面最佳化。例如蓝天有蓝天的调教方式，人像有人像的调教方式等等等。华硕称为 AI Object Sense。目前除了 A Gen 2 for Galaxy 的特别版之外，Zenfone 10也是首发搭载这个技术的 A Gen 2机型。接着我们看到效能，光临手上的Zenfone 10搭载的是最新一代的高通 Snapdragon A Gen 2，记忆体也是给到顶，搭配 16GB LPDDR5X 的 RAM 以及 UFS 4.0 最大512GB 的储存空间。要注意的是，顶规版是黑蓝2色限定的，另外还有8+256、8+128的2个选择。
并且比较特别的是，3个版本都是 LPDDR5X 加 UFS 4.0的规格，所以亮点来咯，这个 128GB 也是 UFS 4.0，那 ZenFone 10应该就是首发 128GB UFS 4.0的手机咯。经过我们了解，采用的是凯霞最新的方案，华硕这波的诚意有到啊。散热堆料上，华硕这次没有特别 highlight， 但整体的规模跟上一代是差不多的，并且采用了4层叠板的最新工艺。首先看到 Geekbench 5，ZenFone 10在单核中拿下1478分，多核5150分，相较起去年 A Plus Gen 1的单核，大约提升了 12.7%， 多核的提升更是来到了 17%。而在 GPU 部分，我们也直接实测3D Mark Wildlife Extreme。ZenFone 10拿下3687分，相较起 A Plus Gen 1提升达到了 31.2%。如果是跟888对比，更是翻了 2.41倍。反正只要是华硕的机器，我觉得在峰值效能释放上都不用太担心。所以重点还是看实战表现。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帮你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先来热个身，首先是 PUBGM， 直接测效能模式。在 HDR 极限帧率30分钟左右的游玩下，平均帧数达到 59.8帧，全程顺跑。机身也只有温温的，正面 36.5 度，背面 36.8 度。PUBGM 对 Agent 2来说真的毫无压力，所以重点还是功耗。上一代的 ZenFone 9在同样的设定下同样跑满，但是平均功耗是 3.97 瓦，其实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了。而这一代平均只有 3.03 瓦，在这种中复杂的游戏下，减少了 31% 的功耗啊。所以邦尼也就不浪费时间，直接进入效能测试软体原神。我们这次测的一样是原神目前 loading 最重的图之一，原神须弥，连续30分钟。来看结果，在最高画质连续30分钟的游玩下，平均 45.6 帧，这个表现大约跟体积略大一点的 6.1 寸的 S23 45.8 帧，以及 6.36 寸的小米13 48.2 帧落在同一个级距。但可以看到，散热这种事情真的就是体积越大越容易做。华硕在 5.9 寸的体积下做到这个表现，应该也是尽力了。但可以看到，在15分钟之前，ZenFone 10大约都可以稳在50帧以上，后面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掉帧。但同时，这时候的功耗也很低，平均只有 4.24 瓦，毕竟没有认真在跑嘛。但温度还是有的，正面 41.6 度，背面 42.5 度。顺带一提，华硕今年也为了强化游戏体验，他们更换了萤幕的小料件，让这块萤幕在游戏的时候最高可以达到144 Hz， 比去年的120 Hz 更高。但因为考量到144 Hz 也会来得更加耗电，所以目前只能在游戏场景下才能解锁这个模式。最后我们来看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20人的压力测试。在高效能模式下 ，ZenFone 10最终的稳定度拿下了 69.8%， 背面最高温也来到了 47.5 度。Agent 2的效能强归强，能耗比好归好，但在放开来跑的时候，热量还是存在的。所以你回头去看 ROG Phone 7，就会觉得它的效能和散热表现是真的很不可思议。但两者的定位本来就不能比，主要是让大家感受差异。而在续航力部分，ZenFone 10今年的表现依旧不错，采用4300毫安时的电池，在这个体积之下也是塞满了。在120 Hz 模式中拿下了10小时42分的成绩，在60 Hz 之下则是可以达到13小时14分，日常使用1天1充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ZenFone 10在系统里面其实有一个叫做智慧调节的选项，这个选项在大部分滑动的场景下会以90 Hz 为主，应该也是为了省电。所以如果要完全解放，就是选120 Hz 会更加畅快。在充电表现上，ZenFone 10同样支援30瓦快充，在邦尼的充电测试中，30分钟可以充 60%， 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19分。整体来说，前30分钟比去年快了一点，但完全充满的时间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华硕这次在 ZenFone 10上也提供了15瓦的无线充电功能，我自己是蛮习惯睡前无线充电的，给个好评。这次在 ZenFone 10上的电池保护选项依旧是给好给满，像是排程充电可以跟着闹钟设定的时间，在起床前把电充满；和缓充电可以放慢充电速度，设定充电上限、保护电池等等等，大家喜欢的功能也是有保留下来的。而在系统上，在操作逻辑上虽然接近原生，但还是有许多华硕好用的功能，像是你可以在原生和华硕最佳化两种操作界面上切换，或是各种手势、3指下滑截图、游戏控制中心等等等。并且华硕这次也承诺会提供2年的系统更新，以及4年的安全性更新。
最后我们看到影音娱乐，这次在ZenFone 10上，华硕依旧采用了一块 Full HD Plus 120Hz 的左上开孔萤幕，与 ZenFone 9一样是三星供应的 E4 AMOLED。不过不要小看只有 Full HD， 因为ZenFone 10还是5.9寸的萤幕嘛，所以像素密度其实不低，达到445 ppi， 在肉眼上足够细腻。经过我们实测，这块萤幕的全白最大亮度可以达到800尼特，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左右。而在显色表现上，ZenFone 10同样提供了最佳、自然、剧院、标准4档选择。在 ROG Phone 7 Ultimate 的评测里面，我们就有详细说明4个模式代表的意义了，这边就不赘述。以下也直接提供色域覆盖的表格让大家参考。简单一句话，自然和最佳2个模式的调教，就是比较符合讨好大家眼球的风格。而如果你要准的萤幕表现，那就是标准和剧院模式，分别对应的是 sRGB 和主流影像标准的 DCI-P3。这边我们也来测色准，都是用预设模式测量。首先是对应 sRGB 的标准模式，实测结果 Delta E 是 1.06， 这个数值小于2就是优秀的表现了。而对应 P3 的剧院模式表现也很准 ，Delta E 达到 1.18。用白话文来说，2个模式就是顶级的显示表现。要准就是根据使用场景选标准和剧院2个模式。而在音效上，ZenFone 10这次也搭载了双喇叭，并且同样找来了 Direct 进行调音。此外，这次也支援了 Direct 的 Direct Virtual 空间音讯技术，在有线和蓝牙耳机都可以获得更沉浸的音效体验。整体来说，我觉得今年ZenFone 10不算是大改款的一代，但它就是在同样的基础上再进化的一代机型，并且在相机的日夜拍调教上，我觉得是比上一代更加出色的，并且有着更多对于风格、影像色彩的理解。但我觉得既然要开始走出风格，那 ASUS 真的要开始考虑延续性的问题。我们一年其实会评测很多手机，有旗舰、高阶、中阶，也有入门，可以感受到每个品牌都有自己习惯的调色风格、影像色彩。所以其实我们几乎练就了知道哪些选手，就大致可以猜到是哪个品牌拍出来的能力。所以调教上的延续还是蛮重要的，维持你的风格，讲出属于你的故事，我觉得是ZenFone系列可以更精进的地方。而在效能、续航表现上，我觉得都是在这个级距下可以做到最好的表现了，硬体也诚意的堆满。如果真的要说我对下一代的期许，主要有3个：一、萤幕可以升级了，萤幕占比、亮度都是提升的方向； 2、拍照我觉得已经在水准上，录影的防守阵受益于 2.0 的 Hybrid 云台也很强了，但在录影的色彩调教上还可以花更多的心力进化。最后，我本来想说提升充电速度，但想起这个，我觉得是 ASUS 旗下有很多的产品，真的该思考把所有产品整合成一个生态系的可能了。我知道其实有在做，但华硕，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得更好。好了，本节节目就先到这边，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把重点都测完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感谢按钮的方式，直接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谢谢你们，我是李子，那我们就下集影片再见喽。最后的时间来听一段外放测试。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